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咖啡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饮料之一，它有自独特的香味。爱喝咖啡的人其实有很多，一是因为它的味道比较特别，另一个就是个人的需求。一些人工作或者是学业比较繁忙，会经常的喝咖啡，可能每天都要喝，主要是为了提神，喝着喝着就成了一种习惯了。即便精神状况很好，也想要喝咖啡，不然会觉得不舒服。况且随着社会的进步，咖啡种类变多了，口味也变多了。如此情况下，每天都有喝咖啡习惯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但是对于咖啡，大多数人一直都是有偏见的，认为咖啡不是一种好的饮品，经常喝会对健康产生危害。真的是这样吗？那些每天都喝咖啡的人与从不喝咖啡的人，到底哪个身体更好？今年70岁的张大爷和其他喜欢喝茶喝酒的中老年人不同，张大爷有一个颇为稀释的爱好，那就是喝咖啡。用张大爷自己的话说，一天不喝咖啡，浑身都会不舒坦。一开始张大爷的儿子在喝，然后张大爷也试着喝了几天，就一发不可收拾了。看着张大爷每天都要喝咖啡，老伴心里有些不安，总觉得这个外国的玩意对健康不是很好。老两口平时没少拌嘴，可能有不少中老年人和张大爷的老伴一样，对咖啡的看法一直没有改观。但实质上，咖啡对于老年人的健康是实在存在助力的。有研究表明，长期饮用咖啡甚至能有效地降低老年痴呆的风险。研究实锤，长期饮用咖啡加强脑代谢，能够降低老年痴呆风险。这项研究被发表在著名期刊《临床研究杂志》JCI。领衔研究者帕雅尔教授通过对小鼠的咖啡因摄入对比中发现，一共有将近720个基因片段受到了咖啡因的成分影响，而咖啡对基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乙酰胆碱水平降低方面。大脑中的乙酰胆碱水平越高，修饰基因序列的代谢效率也会因此受到阻碍。饮用咖啡的同时，大脑的乙酰胆碱水平减少，脑部代谢的效率也会因此提高。帕瓦尔教授还表示，大脑代谢和神经细胞的消耗速度息息相关。如果长期的饮用咖啡，中老年人脑神经细胞的损耗速度减小，能够对老年痴呆起到非常不错的预防效果，降低大约41%的老年痴呆风险。不仅如此，脑部代谢和脂肪代谢、胰岛素代谢、蛋白质调节均有神经系统关联。长期饮用咖啡，中老年人免疫力或能够得到提升，高血脂、高血糖症状也能够得到一定的改善。由此可见，长期饮用咖啡对于中老年人而言有不少的科学好处，不仅能让大脑变得年轻，降低老年痴呆风险，同时还能起到提高免疫力、预防部分代谢疾病的效果。有需求的中老年人不妨养成饮用咖啡的习惯，效果或令你惊喜。2. 咖啡每天喝多少才能对于中老年人的健康有益？在帕瓦尔教授的研究中，单纯以咖啡因的角度来表示对于大脑和神经细胞的作用，但对于喝多少并没有明确的阐述。而美国癌症研究中心曾经就咖啡饮用量和疾病风险关系进行研究后发现，每日饮用3杯的咖啡，150毫升每杯，咖啡因对身体的作用效率会达到顶点，平均降低10%的心血管疾病以及脑疾病风险。但是如果每日饮用超过了3杯，对于健康的影响效果不是很大。所以超过50岁的中老年朋友，每日饮用3杯咖啡，大约在450毫升，是比较合适的参考。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身体的情况进行增减即可。
总而言之，合理且长期的饮用咖啡是更有利于健康的选择。但是咖啡虽好，也并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人。3. 这3类人不适合饮用咖啡，喜欢也要关注嘴。1. 儿童。儿童本身就比较好动，而且精力充沛。咖啡中的咖啡因对神经系统有很强的兴奋作用，儿童饮用可能会造成失眠、躁动的情况，影响生活和学习。2. 孕妇。有研究显示，咖啡因对于胎儿的刺激性是比较大，容易加速钙质的流失，对分娩造成影响，所以孕妇也不推荐。3. 神经衰弱人群。至于神经衰弱人群，其本身就存在失眠的情况，贸然的饮用咖啡，进一步加重神经衰弱的情况，得不偿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是否饮用咖啡，合理的享受咖啡带来的健康好处，才是相对正确的选择。说到这，可能不少中老年人都想尝试一下饮用咖啡，而超市里大多都是速溶咖啡，成为了不少中老年人的选择。那么喝速溶咖啡又能否益于大脑，降低老年痴呆风险呢？ 4. 饮用速溶咖啡能够降低中老年人老年痴呆风险吗？帕瓦尔教授的研究中有提到，咖啡因才是促进大脑代谢的主力军。虽然速溶咖啡名声不是很好，但其中也是有咖啡因存在的，适当的饮用的确也能够起到抑郁大脑的效果。PLOS Medicine 上的一册囊括35万人前瞻性的研究表明，速溶咖啡就降低心血管疾病、老年痴呆的数值为 16% 以及 19% 左右，而研磨咖啡达到了 20% 和 40% 左右。虽然速溶咖啡对健康有益处，但仍然打了一些折扣。不仅如此，大部分的速溶咖啡为了改善口感而加入了比较多的糖分，不少中老年人存在糖尿病、高血压的症状。长期饮用速溶咖啡摄入大量的糖，并不是明智的做法。部分廉价咖啡甚至还使用反式脂肪酸，更有可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对于中老年人而言，适当的饮用速溶咖啡可以降低老年痴呆风险，但要尽可能的选择无糖、无反式脂肪酸的优质产品。就有益健康的程度，研磨咖啡要大于速溶咖啡的，还请各位自行斟酌选择。总而言之，咖啡对于人体健康益处多多，尤其对于中老年人而言，不妨放下偏见，积极尝试，或许能有意想不到的健康收获。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制作视频不易，朋友们，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